欢迎回来。就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方多次呼吁双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开展解决问题的对话。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兰亭论坛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中国也多次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兰亭论坛上表示，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退让余地，必须坚守红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兰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除夕进行了首次通话，一致认为中美要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要彼此坦诚相待，不搞冲突对抗，要畅通沟通渠道，推进交流合作。这次极为重要的通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王毅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其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做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王毅说，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看清世界大势，摒弃各种偏见，避免无端猜忌，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王毅在讲话中还提到两位美国友人，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艾德加斯诺和著名中国学者傅高义。王毅表示，自1936年艾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算起，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至少已有85年了。而已经离开我们的著名中国学者傅高义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呼吁要采取理性对华政策，参与起草《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得到众多知名人士联署支持。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出4点建议：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内政；加强对话，妥善管控矛盾分歧；相向而行，重启两国互利合作；扫除障碍，恢复中美各领域交流。从王毅提出的4点建议中呢，同样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于出现问题的一些清醒的认识。那么还有呢，未来呢如何来进行调试关系，我们所给出的一系列的建议。王毅提出的这4点信息，应该说呢是希望美国能够更多的看到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对于美国国内呢应该说纷繁复杂的声音，尤其是一些这个涉华的负面的声音，一些这个反华势力的不断的搅动，也是一种这个以正视听的效果。在谈到中美如何互利合作时，王毅敦促美方做到3个放弃。我们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眼下国际社会最紧迫的3大任务。王毅还表示，中方愿意在这3个领域同美国协调政策，加强合作，携手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此时呢，中方传递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先要把此前美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负面的举动，来这个进行清零，来扫出负面的资产，这才是双方关系能够回到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关税呢还存在，包括近一时期美国的财政部释放出信息，对于取消的这种加征的关税，现在美方呢目前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动作，否认了这个取消关税的新闻。这一系列的举动呢，对于未来中美调试关系会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影响。而中方呢也在重申这个是非曲直的问题，希望美国呢首先呢能够清除负资产，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然后呢才能够实现中美之间的正常的互动。王毅表示，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同样，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的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兰亭论坛上表示，中美关系亟待矫枉纠偏，处在重整出发的关口。崔天凯强调，中美双方有问题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首先是问题性质要分清，政策边界要明确，红线要画出来。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退让余地，必须坚守红线。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发文分析称，拜登试图重新召集美国盟友，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美欧官员都日益认识到放慢中国的势头很难。报道称，美国任何外交政策都必须考虑到中国已成为大多数盟友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不愿考虑任何与中国经济脱钩或新冷战的想法。其次，欧洲对于美国伙伴关系可靠性的怀疑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美国国内仍具有政治吸引力，并在共和党内发挥作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前调查结果显示，约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将比美国强大，32%的人认为美国不被信任。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他们一方面呢，在这种安全的层面，希望呢通过这种绑定来加强同盟体系；但另外一方面呢，对华的务实的合作，尤其是中欧已经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这对于双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前景。双方在合作的道路上还在前进，所以也不希望呢因为一些这种杂音，因为一些干扰来这个使中欧双方的利益受损，这也是美国呢必须要看到的盟友的一些现实的需要。不仅在欧洲难以形成应对中国的联盟，美国试图在亚洲形成应对中国的合力也十分困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士·克拉布特里认为，拜登在亚洲组建反华联盟的想法可能很难实现。一方面，美国很难通过贸易协定让亚洲国家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比重正在上升 ，RCEP 的签署也使中国地位的提升有了重大进展。地区国家确实与中国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强，这是美国呢难以用这种政治手段拆分的。同时呢，应该说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产生的一系列安全方面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对于地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地区国家担心的。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呢也担心中美之间出现正面相撞，而中美关系的协调是地区国家乐于看到的。左右逢源总是要比左右为难要好得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也是实行港人治港最低标准。如何从制度上防止反中乱港者入闸，确保爱国者治港？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陈少波点拨关键，吴畏在线分析。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周一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同时，夏宝龙还为爱国者治港定下3大标准。夏宝龙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0年度述职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夏宝龙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一国两制方针从形成之初就包含了爱国者治港这一重要思想内涵，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
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兴风作浪、做大成事，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夏宝龙指出，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他引述邓小平曾经做过的经典论述：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以来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以清晰看出爱国者与反中乱港者的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中乱港者则相反，还会蓄意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活动。二是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而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者，不在爱国者之列。三是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明会后表示，爱国者治港不仅是一个政治原则和要求，而且要进一步深化它的法律制度，目的是要明确一国两制除了有制度有法律之外，还要有合适的人来运用这个制度和这套法律，才能达到最初提出一国两制、制定基本法的初衷和目的。强调爱国者治港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让一国两制能够健康的、成功的实践，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而不是说改变一国两制，也就是说，爱国者治港本身这是一个跟一国两制与生俱来的要求，它不是今天提出来，一开始就提出来，这只是说我们在落实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些制度机制不完善，那么现在要把它完善了，说这目的还是为了一国两制。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陈少波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特区未来12个月内将举行押后1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以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将在明年3月进行新一届特首的选举，而且明年香港将迎来回归25周年，开启50年不变的后25年。在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背景下，重温爱国者治港这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对香港治理现实的一个回应，也是对香港未来治理的一个规划。去年6月份，我们制定和实施港区国安法，是香港治理的一个划底线的动作。那么现在提出来落实爱国者治港，那这是一个设定轨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理举措。对于我们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于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少波表示，爱国者治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实际上也是同国际接轨的常规做法。绝大多数国家选举都设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并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确保竞选公职者爱国。但在香港目前体系中，这方面的规范明显不足，为反中乱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一个地区的治理者，他不热爱这个地方，他要跟你抱着一起跳掉悬崖，我们还敢让他来治理吗？当然是不行的。2019年我们经历了黑暴，经历了蓝潮，香港在那个动荡的社会中间，我们遭受的各种恐惧，我们当然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所以实现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治理最根本的要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引发舆论热议，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这是夏宝龙自去年2月履新国务院港澳办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那么这5400多字的演讲作为开幕式讲话而言，确实是非常重磅权威的表态。仔细阅读这份讲稿，我认为夏宝龙运用了昨天、今天、明天3个时间维度来阐释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对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重要性。归纳起来就是第一，爱国者治港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来源于邓小平在1984年的重要论述。第二，爱国者治港不仅仅是重要的历史性论述，更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治理香港、完善一国两制的关键方法论。它来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具体实践，是香港由乱及治重大转折所揭示的深刻道理，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法。第三，爱国者治港更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当香港站在百年变局的关口，当香港遭受反中乱港分子的破坏，当香港面临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当香港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香港同胞急切盼望重回繁荣与稳定，那么如何堵上制度的漏洞，筑牢法律的藩篱，确保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爱国者治港就成了承前启后的必然要求。那么在您看来，夏宝龙的演讲中有哪些关键信息值得关注呢？20多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强调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他指出，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夏宝龙今天的讲话通篇围绕爱国者治港展开，虽然他最后说主要是所谓的老调重弹，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有相当多的关键信息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意义。怎么解读？我们不妨从他的关键句中寻找答案。夏宝龙表示爱国者治港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治港者必须能够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才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行得稳、走得远，不变形、不走样。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夏宝龙横向对比了世界各国，特别点破在香港发生的咄咄怪事，那就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竞选公职的人都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爱国之心，都是比谁更爱国。唯独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对自己祖国的反叛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甚至以反对国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族为竞选口号，在宣誓就职时极尽丑态之能事的政治表演。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咄咄怪事扰乱了香港政治生态，毒化了香港政治土壤，是对自由民主的扭曲，是对中央管制香港良好初心的诋毁，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假和尚念歪经。因此，坚持爱国者治港就成了香港拨乱反正的必由之路。这不是高标准，反而是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放眼世界，我们这样做天经地义，无可指摘。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界定爱国者？它的客观标准又是什么呢？夏宝龙今天同样给出了权威论述。在香港回归祖国前邓小平曾有过经典论述，他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那么在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将这个宽泛的概念落到实处，用以指导我们今后在香港的具体实践。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以来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夏宝龙在演讲中明确给出了爱国者应该表现出的3个必然。首先，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其次，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宪制秩序；再者，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也就引出了这场演讲的核心主旨句，那就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制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明确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方法论后，我们就要进行具体实践，那就是完善相关制度，其中最关键、最急迫的就是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香港的一些反对派质疑中央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在向所谓一国一制倒退。那么您对这种论调是如何评价呢？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将给香港带来哪些改观？
事实上，无论中央如何完善涉港的相关制度，那么香港的一些反对派都会跳出来说，这是所谓的向一国一制的倒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创造，是几代人接续努力的伟大实践，肯定会比任何人都会更加爱惜一国两制。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实事求是，在实际的贯彻落实过程中啊，既坚持原则，也讲究方法。夏宝龙在演讲中特别指出啊，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夏宝龙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央认为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的底色仍然是爱国爱港。也正由于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客观现实啊，在这样的多元社会里啊，必然存在一些由于对国家、对内地缺乏足够了解而产生的成见和偏见。那么对于这些啊，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爱国者的范围一直都是广泛的。那么至于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选举制度，它如何完善，又将给香港带来哪些改观，当下我尚无法直接预测。但我十分明确的一点是，爱国爱港者治港的下一句是反中乱港者出局。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随着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内地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而在香港特区，近期确诊个案却出现回升趋势，周一新增报告16宗确诊病例。从本周开始，港府将组织为5个优先群组的香港市民免费接种疫苗。周一下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设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开打全港第1针。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林郑月娥表示感觉良好，没有不良效果。周一下午2时30分许，林郑月娥佩戴口罩，身穿短袖上衣来到接种现场，率先接种第1针。随后，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陆续开始接种。开打全港第1针后，林郑月娥称，这表示香港正式启动全民免费疫苗接种计划。她表示，能够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需要有很多人的努力。而疫苗正好能开启走出疫境的機會，他希望全社會都支持計劃，積極參與。今日咧，我係非常之高興，非常之興奮，係同我嘅司長、局長嘅同事咧嚟到呢個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係接種新冠嘅疫苗，正式啟動咗喺香港。我哋會推行一個全民免費嘅病毒疫苗嘅接種嘅計劃。能夠走到今日呢一步呢，係實在並不容易，有好多人嘅努力。那和过往核酸检测等注重个人隐私的程序比较，这一次特区政府的官员和议员打疫苗的情况呢，是全程公开、现场直播，在过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也因此吸引了大批的传媒到现场采访，也有不少的市民在现场围观。那相信特区政府呢，是希望以这种公开透明、打第1针的形式，亲身正面宣传，提升市民对疫苗的信心。据悉，香港特区政府共订购了3款，共2250万剂新冠疫苗。内地科兴首批1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已于上周5运抵香港，另外首批100万剂复星拜恩泰科疫苗预计本月底到港。本周2开始，香港特区政府指定的5个优先群组，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人员、60岁或以上人士、养老及残疾院舍人员、纪律部队及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人员，以及跨境货车司机和机组人员等口岸工作人士，共约240万人可以预约免费接种疫苗，本周5便可开始接种。此后也将陆续为全体香港市民展开接种计划。近日，香港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有回升的趋势，周一又报告新增16例确诊个案，13例属本地个案，当中4例源头不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为情况感到担心。他指出，不少市民于农历新年期间外出及聚集，增加传播的风险。未来当局会继续监察情况，避免数字上升。陈肇始再次呼吁香港市民及早接种疫苗，并指越多人打，越早打越好，达至群体免疫的机会也越高，对整个社会都有利。香港多家医学团体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有78%的受访医护人员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其中最多人选择科兴疫苗，占61%。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玄表示，科兴疫苗采用传统的灭活技术，相对而言令医护人员更有信心。另外，工联会物流及交通行业会委员会表示，香港约有40万名从业人员，超过一半有意接种疫苗。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符合资格的市民可经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會以出生日期核實預約人身份，也會有機制提醒沒有打第二針的市民。你預約咗冇嚟打第二針喎，咁請你快啲去打啦咁。第一個短信冇個回應，我再會有一個嘅短信提醒佢。到第二個短信過咗段時間，仍然都未有一個重新預約呢，我哋會有同事直接打電話俾佢。薛永恒表示，市民接種後會獲得實體及電子針卡，方便日後跟進，同時為日後出境或跨境行提供基礎，但實際通關安排需兩地做進一步溝通。參與接種的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疫情和深切關懷香港市民健康福祉。首批國產新冠疫苗抵港，不僅鞏固香港防疫工作，也有助於經濟早日復甦，市民恢復正常生活，香港與內地人員恢復正常往來。中印兩軍周日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中方一側舉行第10輪軍長級會談。中國國防部當日發布雙方會談的聯合會談新聞稿，新聞稿透露出積極信號。專家分析稱，未來雙方在其他地區的撤軍進程還會延續當前勢頭繼續發展。國防部表示，雙方對前期班公湖地區一線兵力實現脫離接觸給予積極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重要進展，為解決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地區其他問題提供了基礎。雙方就西段實控線地區其他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雙方同意遵照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繼續保持溝通對話，穩控現地局勢，穩步有序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就在第10輪會談舉行前一天，雙方按照第9輪會談達成的協議，完成了脫離接觸，並完成了班公湖北岸和南岸的地面恢復。印度斯坦時報報道稱，會談持續了16個多小時，雙方討論的重點是在3個摩擦點進一步脫離接觸，即哥格拉高地、溫泉地區和德普桑平原撤離的事宜，以進一步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達成下一階段的脫離接觸協議。分析指，新聞稿透露出的信息是積極的。2月10號雙方達成脫離接觸共識以來，多方信息表明雙方都在認真履約執行。現地指揮官白天都在會晤研究部署具體落實情況，並在次日予以對表確認。而未來雙方在其他地區的撤軍進程還會延續這個勢頭繼續發展。此外，新聞稿中提及穩步有序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也意味着雙方在解決現地剩餘地區對峙方案還存在爭議。分析指，與此前幾輪拉鋸戰時的會談相比較，此次新聞稿中未像以往那樣涉及第11輪軍長級會談，沒有表明是否有何時會有下一次會談，有可能表明雙方認為第10輪會談已經解決了此次對峙的主要主題。雙方軍長層級的會談已經告一段落，剩餘事務留待較低會談層面對話解決，屬於技術性問題。戍邊英雄保家衛國，近期卻發生多起網友詆毀英雄官兵事件。平安重慶微信公眾號周一發布警方通報稱，21號19時許，重慶市沙坪壩區警方接到舉報，網民 TSCB8 在新浪微博評論區發表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官兵言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經核實，該網民係重慶市沙坪壩區人王某，男19歲，2019年7月至今旅居國外。目前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對犯罪嫌疑人王某刑事拘留，並對其上網追逃。3天內有7人因詆毀戍邊英雄被刑事拘留。連日來，美國和伊朗圍繞伊核協議展開的博弈引發廣泛關注。已退群的美國和反對制裁不斷減少履約的伊朗各自表態稱，已經做好同對方談判的準備。雙方頻頻喊話，看似誠意十足，但實際情況卻是沒有人願意先邁出和談的第一步。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上周6緊急展開對伊朗為期2天的訪問，期間會見了伊朗原子能組織主席薩利希和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雙方達成一項最長達3個月的臨時技術協議。在此期間，國際原子能機構將繼續其必要的核查和監督活動。
格罗西返回维也纳后对记者说，他与伊朗方面取得了一个可接受的合理结果，可以暂时挽救当前的局面，以便其他层面的政治磋商能够加以开展。双方还同意持续对星期天所达成的技术谅解进行审议，意味着可以根据需要对协议进行延长或终止，但他希望届时可以达成一个更全面的协议。这个临时协议非常关键，那么现在这个达成临时协议了，就为谈判争取了一个很宝贵的时间窗口。伊朗原子能组织官方网站发布的双方联合声明中说，根据这份临时技术协议，伊朗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资料。如果3个月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把这些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如果制裁届时没有解除，伊朗将销毁这些资料。3个月其实应该是伊朗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说如果在3个月之内能有进展，那么很容易这个协议可以再延长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6月份要举行选举，就在选举越来越近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因为伊朗国内选举的时候，保守派跟那个温和派之间的分歧，让那个伊朗很难形成统一的政策。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即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作为回应，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执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是可逆转的。伊朗议会去年12月通过反制裁战略法，根据该法，如果伊核协议相关方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履行协议义务，伊朗将从今年2月下旬起终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日前，伊朗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自本月23号，也就是当地时间周二起，伊朗将不再允许该机构核查人员无限制进入伊朗核设施。如果伊朗的这个威胁落实了的话，这是最近几年来伊朗破坏核协议最严重的行为。因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不能到伊朗境内了，那么你就不知道伊朗在从事什么活动，是不是在从事有关核武器的活动。外交部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达成双方满意的可行技术方案表示欢迎和赞赏，并希望双方切实落实上述共识，同时呼吁有关各方都能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始终认为，美方重返全面协议是化解伊核僵局的唯一正确途径。各方应加强紧迫感，共同致力于落实去年12月伊核外长会达成的共识，推动全面协议早日重返正轨。同时，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与此同时，美方近期的一些举措被外界视为美国向伊朗释放的积极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瑞斯上周四发表声明说，美国将接受欧盟高级代表的邀请，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伊朗等伊核协议参与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美国官员随后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理查德·米尔斯已致信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撤回特朗普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的有关信件。另外，美方已通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其成员在美国国内的旅行限制将回到特朗普政府宣布有关禁令之前的状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和监督工作，为期3个月。那您觉得此举对伊核谈判以及美伊关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此举对于伊核谈判以及美伊关系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进展。大家知道，就在前2天，伊朗方面还在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重返伊核谈判，必须首先无条件有效地解除特朗普政府施加给伊朗的所有制裁，否则一切免谈。而美国方面则表示，只有一方首先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美方才可能解除制裁。外界曾经就此认为，这意味着跟朝核谈判一样，伊核谈判也将陷入到究竟是要先解除制裁，还是要先契合的死结当中。尤其是从2月23号，也就是从明天起，就是伊朗单方面宣布的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最后期限。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伊核谈判将会陷入绝境的时候，
国际原子能机构却突然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和监督工作。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伊朗在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有关伊朗必须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的呼吁，是伊朗对美国做出的重大妥协与让步。除此之外，伊朗方面还开始跟美国就被伊朗扣押的数十名美国人质而开展谈判，这显然也是在给拜登政府下台阶，为美伊谈判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围环境。而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也对伊朗释出了善意，拜登总统亲自表示愿意与伊朗以及其他伊朗核协议签署方坐下来谈判。同时，除了口头上的善意之外，美国还以实际行动向伊朗送出了2个大礼包，一个是宣布撤回特朗普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的有关信件；二是美方还通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将取消特朗普执政时期针对伊朗人的禁牧令。这也就意味着伊核协议以及美伊关系前景在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之后突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在您看来，美国与伊朗为什么这么快就愿意在重启伊核谈判与重新恢复美伊关系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呢？我认为伊朗之所以愿意在七核谈判上做出让步，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的确给伊朗的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冲击，而且更为关键性的是，几年前伊核协议的突然夭折，并不是伊朗方面有意而为之的结果，更不是伊朗所愿意看到的，而是特朗普政府公然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所导致的。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又愿意在国内疫情与经济问题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愿意优先解决伊核问题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当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背信弃义行为，的确是非常的鲁莽，犯下了重怒，不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关系。因为英法德三国都是为伊核协议的谈成尽了力与背了书的。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愿意做出让步，重启伊核谈判，不仅仅是在向国际社会宣布自己将会对特朗普的鲁莽外交政策来一个大切割，而且也是在以实际行动取信于盟友，企图重新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